斯莫格叫住自己的手下，传令下去，全军停止对草帽一伙的追击，反正你们是追不上的。联络总部，让所有停靠在阿拉巴斯塔海域的军舰全部在这个国家集合。属下很疑惑，对付那么区几个人，还需要出动军舰？斯莫格不乐意了，让你去你就去，废什么话呀？路飞一伙终于摆脱了海军的追击，可是与地距离阿尔巴纳还有很远的距离，该不会就这么跑着赶过去吧？路飞提议买几匹马，山治笑着说：“不用慌，你们看前面。”大家抬头看向前方，乔巴和浩斯骆驼骑着一个巨型螃蟹正向他们赶来。大家庆幸终于有交通工具了。路飞却流着口水说：“好好吃的样子啊！”这只看起来有点不正经的螃蟹是浩斯骆驼的朋友。物以类聚，这附近但凡好色的动物都是浩斯骆驼的朋友，虽然可能有一部分已经被路飞他们吃了。乔巴招呼众人登蟹，手中缰绳一挥，出发。这螃蟹跑起来动力十足，保持这个速度的话，大概晚上就可以到达阿尔巴纳了。众人松了一口气。突然，维维安尖叫一声，一个金色的炉钩子把维维安抓走。众人大惊，是克洛克达尔那个混蛋。路飞扑向金色炉钩子，用自己的身躯换下维维安，同时呼唤众人赶快离开，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对付克洛克达尔那个家伙。索隆撇嘴笑了，呼唤乔巴立即出发，全速前往阿尔巴纳。维维安很担心，索隆平静地说：“克洛克达尔就交给那个家伙处理，叛军出动的时候，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。如果说阻止这一切的人只有你的话，不管怎样都要给我活下来，不管今后我们中间谁发生了什么事。”维维安认真思考着索隆的话，大喊一声：“路飞，我们会在阿尔巴纳等着你的。”路飞大声回应。维维安等人走远了，路飞的身后站着克洛克达尔和罗宾。克洛克达尔阴沉着脸：“你可闹过头了呀，草帽小子！”路飞站起身：“我要在这里解决掉你。”克洛克达尔笑了：“你是个无药可救的笨蛋吗？为了别人牺牲自己，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。”克洛克达尔丢给路飞一个沙漏：“来吧，臭小子，给你3分钟，过了3分钟，我就没有耐心陪你玩了。”路飞立即动手，可是不管自己怎么打，都碰不到克洛克达尔的尸体，自己还摔了个狗吃屎。克洛克达尔得意洋洋：“给你个忠告吧，草帽小子，不论你怎么挣扎，都没办法伤到我。”路飞偏偏不信邪，跳起来对着克洛克达尔一顿机枪乱打，工程炮，接着再来一招战斧，把老沙打成一堆沙子。路飞狠踩了几脚，依然没用。路飞有点懵了，但是即便打不过对方，在嘴炮上也绝对不能认输。路飞一顿讥讽，成功刺激到了老沙。老沙挥出手臂，打出一招沙漠宝刀，沙子在他的手里化成一把刀子砍了下去。路飞见来者不善，起身躲开，沙子刀刃把地面斩出了一道很深的沟渠。路飞吓了一跳，如果被这一刀劈中的话，自己还不当场被劈成了2半。恶魔果实的力量根据使用方法和训练程度的不同，可以不断的变强。我跟你们这些只知道靠能力的笨蛋是不同的，我要让你后悔与我作对。沙漠向日葵，老沙单手摁在地上，路飞四周的沙子突然像一个大碗一样凹陷下去，把路飞困在其中。沙子不断向中心流动，路飞反应过来想要往外跑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脚下的沙子流动速度飞快，自己无法摆脱流沙的吸附力。老沙居高临下看着惊慌失措的路飞：“你没听过流沙吗？这是不需要墓碑的便利沙漠棺材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在沙漠中打赢我。”路飞急中生智，一招工程炮打向地面，自己借力弹跳起来，用手指编成网，试图抓住老沙，然而还是没用。老沙用身体中的沙子把路飞吸了过去，一掌将他劈倒。路飞突然感觉手臂剧痛无比，扭头一看，右手臂如同木乃伊一样被抽干了体液，就剩下皮包骨头了。我是沙能力者，干脆就这样把你全身的水分都吸干，让你干枯而死也不错。路飞猛然想起来，自己还留着一小罐水，一直没舍得喝，那是多托老大爷挖了整整1个晚上才挖到的。他说过，尤巴才不会输给沙尘暴。路飞冲向克洛克达尔，这次自己另辟蹊径，想出了一个绝处逢生的新招，就是直接把老沙给吞了。沙子都吞了，你用什么恢复？当然依然没用，老沙彻底动了。别给我做无聊的事情，跟那个顽固的尤巴大帝一起死了吧。此时刚好3分钟的时间到了，克洛克达尔再也没了耐心，手心张开，一道沙尘暴龙卷风从手心中吹了出来。听好了，草帽小子，这个季节的风向经常是由北向南吹的。这个沙暴如果随着风向增长一路向南，你觉得变大的沙暴会去哪里？是尤巴呀！路飞一下子就想到了干巴巴的多头大叔，他咆哮着冲向克洛克达尔：“给我住手！你这个混蛋！”空气突然安静，路飞瞪大眼，不可思议地瞪着克洛克达尔，眼中满是不甘与恨恶。克洛克达尔慢慢睁开眼，语气中带着掩盖不住的怒火：“你以为我是谁呀？像你这样只会说大话的新手，在这伟大航路上要多少有多少。”克洛克达尔手上的炉钩子穿透了路飞的身体，鲜血一点点滴在了干燥的大地上。克洛克达尔将路飞高高的举起来，路飞胸前的水壶破裂，溅到了克洛克达尔的身上。路飞伸出手握住克洛克达尔的手腕，用力抓住。克洛克达尔吓了一跳，受到这种伤害居然还活着，这家伙难道拥有上古神器主角光环护体吗？
克洛克达尔将路飞丢进流沙坑，路飞一边挣扎一边大声惨叫，很快随着流沙沉了下去。克洛克达尔阴险地笑了几声：“你看起来好像很痛苦啊，不过很快你就轻松了。”此时，另一边尤巴多托大叔经过不懈的努力，终于挖出了地下水，满满一坑的水让多托大叔激动不已。看到了吗，路飞，尤巴是十分顽强的，绝对不会输给沙尘暴。这时，飓风袭来，龙卷风沙尘暴来了。多头大叔紧握铁锹，勇敢地直面沙暴。尽管来吧，不管多少次，尤巴都不会输给沙暴的。只要撑过了这个沙暴，一定就会下雨。沙暴越来越大，瞬间将尤巴卷入其中。克洛克达尔离开后，路飞把脑袋钻出沙子换气，被老沙虐到这种程度，居然都没死。不得不说，上古神器主角光环是真的牛批。更牛批的是，当路飞再次下线沉入流沙时，克洛克达尔的副手罗宾赶过来，将路飞拉了出来。为什么要战斗？像你这种名字中带地的人。路飞从牙缝中挤出谢谢2个字，就再也说不出话了。这时贝尔追了上来，之前被罗宾摁在地上摩擦，心有不甘，同时又十分担心公主薇薇安，所以一路追到此地。罗宾将路飞的帽子从沙子里挖出来，丢在路飞的身上，头也不回地走向自己的豪车。你去救救这个孩子怎么样？他可是将你们的宝贝公主护送回来的勇敢骑士。公主没事，正在前往阿尔巴纳，不过以后会不会有事就不知道了。索隆一行人争分夺秒地向阿尔巴纳赶去，大家都很担心路飞，毕竟对手可不是普通的海贼。可是现在担心什么都略显多余，必须集中精力应对下一道难关。从地图上来看，前面不远处会有一道河水拦在路中间。薇薇安告诉大家，这种螃蟹是沙漠栖息的，不会游泳。乌索普当即就慌了，不会游泳怎么行？难道大家要自己渡河？乔巴灵机一动，听说这位带钳子的兄弟最喜欢跳舞女郎，娜美想也没想，直接脱掉外衣，好色螃蟹马上来了动力，接着小腿飞速倒腾起来，一头扎进河水里。不过这螃蟹是真的不会游泳，跑到一半自己就沉底了。索隆等人只好自行渡河。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好消息是这河水不深，淹不死大家；坏消息是还有50公里才能到达河对岸。好色螃蟹将他们送出去了一部分，河水中一顿翻腾，冒出一条转基因变态大鲶鱼。薇薇安告诉大家，这种大鲶鱼100年难遇一次，这次算是捡到宝了。不过这个家伙有个缺点，就是喜欢吃人肉。鲶鱼咆哮一声钻进水里，众人立即掉头就跑。水中突然出现几十个小浪花，变态大鲶鱼哀嚎一声，浮上水面没了意识。一群功夫海牛从水里冒出来，爬上大鲶鱼。这群功夫海牛就是路飞之前说过的那帮徒弟，他们默认索隆一行人是师兄师姐，同门师兄妹有事当然要来帮忙。功夫海牛将索隆一行人护送上岸，薇薇安的可达鸭率领可达鸭部队前来接应。有了这群擅长奔跑的动物当坐骑，赶路自然不成问题。夜幕降临，斯莫格安排达斯奇赶去阿尔巴纳，自己则要出海去办其他的事情。达斯奇一脸懵逼，让我去逮捕海贼，还是去支援国王军呢？斯莫格意味深长地告诉达斯奇，做什么是你的自由，遵从你自己心中的正义，不管有什么事儿，我都会为你负责。斯莫格发动摩托车，一阵轰鸣离开了镇子。达斯奇思索一阵，立即召集手下，整装待发，前往阿尔巴纳逮捕草帽一伙。此时阿尔巴纳超过2000万人的叛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，唯一主事人就是加卡。他认为国王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才会率兵袭击纳罗哈拉。在真相查明之前，为了国王和公主，也要守护好国都。加卡命令士兵将城内的百姓疏散，迎接叛军到来。在阿尔巴纳城外的某个山坡上，梅瑟尔· 和妹子圣诞快乐等在那里看守被绑架过来的国王寇布拉。寇布拉紧闭着眼，在心中祈祷着战争不要爆发。不管是国王军还是叛军，都是这个国家的国民。战争爆发就是自相残杀，只会让真正的敌人坐享渔翁之利。阿拉巴斯纳港口，薇薇安的管家伊卡莱姆平安归来。眼看大战就要开始了，伊卡莱姆决定立即赶去国都，阻止叛乱。